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位才女啊，名字叫做三毛。三毛虽然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她这个短暂的一生当中呢，足迹呢踏遍了拉丁美洲、非洲、欧亚各个大陆，而且她留下了无数的这种关于流浪、旅游这样的传奇故事。那么这种笔记体的这种文章呢，流传到中国大陆呢，使好多年轻人看着觉得新鲜，以前没有见到这种文章。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女子一生能过自己非常梦想中的生活，到处去游历，而且能有如此美妙动听的爱情故事流传于后世，这个许多人看起来都觉得非常新奇。而且三毛本身呢，她除了写这些作品之外呢，还有大量的歌词传世。你比方说我们非常熟悉那个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首歌《橄榄树》这就是三毛作词的一首歌。那么三毛呢，他仅仅活了48年。他是1943年生人，1991年的时候呢，到医院动了一个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可是手术第二天呢，他居然在病房的卫生间里用丝袜上吊死了。到现在为止，谁也不知道三毛当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有人说他情场失意，有的人说觉得对人生厌倦了，还有的人说他有抑郁症，还有的人说他遭到了政治迫害。反正三毛的一生是个传奇，他的死更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永久的谜。那么三毛呢，1943年他出生在中国的重庆，他的原名叫陈茂平。这个茂字很复杂写法，木字矛盾的矛，再一个木字，这底下是一个心字。这个三毛小的时候，他爸爸给他起这名，就告诉你的名字怎么写，陈茂平。一写到这个茂字，他小不会写，学了几次没学会，烦了，就跟自个儿爸爸说，我这茂字不要了，不写了，我就叫陈平得了。就这么的呢，他父亲没办法，任由他叫这陈平。后来呢，他就给自个儿起了笔名，叫三毛。这个三毛一开始的什么意思呢？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三毛小的时候就看了张乐平那个《三毛流浪记》那个漫画，觉得这脑门上有3根头发，这孩子很可爱，他觉得叫这个很有意思。另外一个呢，他当时已经开始写文章了，他也是自我自嘲，说我写的东西也就值3毛钱稿费。后来1989年的时候呢，三毛第一次回到大陆，到上海呢看望了张乐平老人，管张乐平叫爸爸，认他当干爹，表示我打小就欣赏你的东西。三毛这一生里边吸引大家注意的，除了他的爱情以外，还有他在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游记，他的不同的反响的经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游历就是在撒哈拉大沙漠。那是1974年的时候呢，三毛当时是31岁。那个时候美国有本出名的杂志，咱们现在好多朋友也都看过这杂志，叫《美国国家地理》。这个国家地理里边呢，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载了撒哈拉沙漠的风土人情。当时三毛看了之后神往不已，说天下还居然有这样风情的好地方。三毛决定我要到那儿游历去。我们说一个弱女子，那可以说万里迢迢跑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撒哈拉沙漠，这个经历本身就构成了传奇。那么三毛到那去之后呢，和当地的土著人生活在一起，每天跟着他们一起进沙漠，一起从事生产劳作。晚上呢，教邻居家的这个女孩呢认这英文字母，然后自个儿他会点医术，帮当地人看看病。有人说三毛30多岁这么一个人，就看了一个国家地理，就万里迢迢跑到沙漠去了吗？这当然不是他理由的全部，他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呢，他有一个恋人。是西班牙人，叫荷西。这个荷西跟三毛那时候已经恋爱了很长时间了。三毛在电话里对他表达了，当时荷西在西班牙，三毛在台湾。三毛说我想到撒哈拉沙漠看看。没想到这仅仅是一个念头。比较浪漫的荷西马上写信告诉他，我非常支持你去那儿。而且为了支持三毛去那儿呢，荷西把西班牙老家工作辞了，跑到了撒哈拉沙漠找一个矿物公司找份工作。白天我上班，然后呢晚上呢三毛来了嘛，再陪三毛一块过日子。这样三毛到了撒哈拉沙漠一看，荷西为他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把老家的事业都抛弃了。三毛非常感动，两个人就在撒哈拉当地注册结婚。
所以后来三毛那个著名的游记《撒哈拉的故事》里边，大量的是写他和荷西的爱情生活，他就把这种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呢写成文章，寄回到这个台湾，交到哪儿呢？台湾当时有个报纸叫《联合报》，这个《联合报》呢收到他的文章呢，编辑一看呢写得很不错，而且写撒哈拉风情，这个以前没有过，马上给予发表。那么后来这个编辑不断的向三毛约稿，引起了《联合报》主编的注意。这个主编叫什么名字？叫平鑫涛。可能说这个人呢您不熟悉，他老婆厉害，他老婆谁呢？琼瑶，他跟琼瑶两口子。这平鑫涛一看，哎呀，这个人文笔很好啊，而且写这个事咱都不熟悉，继续向他约稿，然后跟他谈。平鑫涛通过电话跟三毛谈，你能不能把你写的所有东西版权都交给我？因为我这不光有个联合报，我同时个人有个出版社叫皇冠出版社。这个皇冠出版社呢，出版了大量的张爱玲的作品，也出版了大量的琼瑶的作品。其实这个出版社就等于平鑫涛跟琼瑶两个人呢开了个夫妻店。就这么着，三毛呢把大量的作品都交给皇冠出版社，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三毛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皇冠出版社给结集出版。那么呢，后来三毛在皇冠出版社写了一本小说，这个小说我一说名字，你可能会先想到一首歌，这个小说名字叫《滚滚红尘》。大家还记不记得罗大佑、陈淑桦有那么一首歌合唱？一首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这个歌就是罗大佑给《滚滚红尘》专门写的，这也是三毛唯一一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的。那么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呢，是由秦汉、林青霞、张曼玉三个人演的。这个电影上映了之后呢，很多人一看，尤其是喜欢文学的人一看，说这个三毛写的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说这个作品呢，不就是影射张爱玲吗？为什么说影射张爱玲呢？他有情节为证。说你看这里头的主人公叫沈少华，这个女的，男的叫张能才，给日本人做事，搞这个文化方面事的。那么你要从这个角色来讲，张爱玲也像沈少华一样才华横溢，而张爱玲跟胡兰成的恋情，胡兰成现在我们管叫汉奸，是日本人的文化汉奸，跟这里边的张能才这个角色非常像，而且这里头情节也像。兵荒马乱的时候，这个张能才跟这个沈少华说，我带你逃难吧。沈少华说，不管天涯海角我都跟你去。可是呢，逃难逃到一个地方，发现呢，这个张能才啊跟他住的那个房子的房东好上了，所以这时候沈少华非常伤心。那么这情节也跟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真事非常像，也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俩逃难，在逃难的路上，张爱玲发现胡兰成是个花心大萝卜，有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所以张爱玲才决定离开。有人说这个啊，这不就是明显影射这个张爱玲吗？但是说实在的，这个《滚滚红尘》里边写这个事儿啊，不完全是影射张爱玲，还有一些三毛自己的影子。你比方说这个沈少华和张能才两个人，其实这个人已经花心了，爱上别人了，但是沈少华后来不离不弃的，依然非常痴心的帮助他逃难的，帮助他这帮助那的。而现实中的张爱玲并不是这样。张爱玲发现胡兰成花心以后，给他写了一个条，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爱你，而你早就不爱我了，咱俩不在一块待着吧，就这么就散了，很决绝。那么这个事儿是什么？其实三毛自己对感情是很痴情很专一的，别人可以对不起他，他一定得对得起自己的爱人。所以这一个里头呢，应该有三毛自个儿的影子。而且细心的观众朋友也发现一个这样片段很有意思，就说这沈少华呀，在路上的时候抱着个枕头，枕头里边塞着钱，有人向他乞讨，他把钱拿出给人家，这是三毛自个儿真实写照。三毛你看世界各地都走，他是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总怕钱揣到兜里丢了，他自个儿抱个枕头，这钱都塞到枕头里边，要花钱从枕头里往出拿。这个情节其实是三毛把自己呀跟剧中的人物糅合到了一块儿。所以说这一部作品到底是不是影射张爱玲？后来有人问张爱玲本人，那会儿张爱玲住在美国，年岁已经很大了。张爱玲说这个事儿咱就甭争了，笑而不答，就你们自个儿琢磨去。那么三毛在撒哈拉沙漠待了这么长时间，前前后后3年，后来跟荷西呢一起到西班牙，到荷西的老家去居住去。荷西呢也干回老本行，他是个潜水工程师。那么两个人呢在西班牙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有这么一天呢，三毛的父母呢想孩子了，到西班牙来看女儿了，在一起亲不够啊，说怎么办呢？
说你别在这待着了，你跟我们老两口回台湾待一段。三毛一想，孝敬父母，回去吧。可是就在他回去以后出事了，这个荷西啊，他不是潜水工程师吗？在水下出了意外，淹死了。这个消息传回到这个台湾，三毛当时哭的好几次都昏过去了，不想活了，轻生就要自杀。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才女琼瑶劝三毛：“你呀，珍惜自个儿生命。你要是死了，那地下有灵荷西那更不愿意了。这是他不希望你死，希望你好好活着嘛。”这时候呢，琼瑶也知道三毛很重视承诺，他就跟三毛说：“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得答应我一件事，你千万不能自杀。自杀的人，上帝都不会原谅。”哎，最后三毛答应他了。这个时候，琼瑶跟自个儿丈夫平鑫涛说了：“说三毛现在怪可怜的，这样，你不出了他不少书吗？咱们给他出一笔费用，让他到拉丁美洲去玩去。但有个条件，资助你，你得写回一本游记回来。哎，你去到那大半年、1年随你便。”就这么着，三毛呢自个儿到拉丁美洲去旅游去了。那么这段时间，由于带着一种很阴郁的心情，尽管可以暂时忘记荷西离开自己的这种苦恼，但是呢，毕竟是在这种阴影下生活。那么他在游记作品当中呢，充满着一种阴暗的感觉，甚至有好多的作品呢，都是写他和荷西的在天之灵之间互相沟通和交流。那么后来三毛在他那个专辑《回声》里边呢，有一首歌叫《梦田》，其实就把当时那种很理想美妙的想象的境界把它写出来。所以三毛和音乐先天本身就有一种辱没之情，他喜欢这个。后来三毛在一次偶然的机遇当中呢，听到了2首歌，一首叫《青春舞曲》，接着他又听到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哎，在那遥远的地方，就这么美妙的歌，居然是出自一位老人的手。这老人谁？有中国西北歌王之称的王洛宾。三毛当时很神往，我要去看看这老头，所以又万里迢迢从台湾来到了乌鲁木齐。那么见到王洛宾以后呢，他就发现王洛宾这老头太传奇了，一辈子为了音乐，等于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觉得这老头可亲可敬。这个时候，三毛就爱上了王洛宾，决心要跟王洛宾老人在一起生活。可是啊，有的时候这人距离一走近了，你发现那个美就容易没了。因为三毛发现王洛宾呢很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啊，又拍纪录片宣传自己。为啥？这很正常。老人家一辈子在音乐界很努力，也希望到老了自己影响扩大。是人都有名利之心，况且他要这个名利，谁能给他呢？政府部门恐怕给他最直接也最容易。三毛就发现，原来王洛宾也不过是俗人一个呀。所以后来三毛离开王洛宾以后，给他写封信，说我在香港啊已经有人了，结婚了，其实撒谎。王洛宾老头也没当回事，很愉快接受这个。这也说明，你看起来他俩什么伟大的忘年恋的浪漫的爱情啊，其实真实情况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美妙。当然后来这个三毛自杀的消息传过来了，王洛宾也是很伤感，写了一首歌献给已经过世的三毛。当然我们说要说献给过世的三毛的歌，王洛宾这首歌那就远远不如罗大佑写那首凤飞飞唱的《追梦人》更加有说服力，更能概括三毛传奇的一生。那么三毛死了，但是留给后人好多谜。就说他死这个事儿，很多人说这不可思议。你说他查出病来了，去医院动手术，如果一个想要死的人，他动着手术挨着一刀干嘛呀？动完手术第2天他就上吊了，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有人说这里边有政治迫害，有人还提出理由了，什么政治迫害呢？说三毛写《橄榄树》的时候，《橄榄树》这歌在台湾当成禁歌，为什么呢？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在远方是哪儿？都中国人，那故乡不就是大陆吗？所以这个作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一方，台湾把这歌当成一首诗歌。还有就滚滚红尘，这里边呢可以说把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给糟得够呛。因为那个背景下呢，也写了国民党抗日过程当中的种种不作为，所以当时呢滚滚红尘拿了台湾金马奖8项大奖，唯独最佳编剧奖没有给三毛。所以有人说是台湾当局对三毛很痛恨，所以借这个机会政治迫害。但是我们说实在，这种说法未免太意识形态化，有点无稽之谈。但是呢，别人解析三毛的同时，发现了三毛有可能是死于抑郁症。为什么呢？有一位这个旅行家叫马中新，他很好奇，他就沿着三毛走过的路线，撒哈拉什么中南美洲啊，他转了一圈，然后再对照三毛的游记，发现三毛写的好多事都是子虚乌有，就没这回事。就是三毛本人走没走过这些地方都很难说。而且这里边呢，
他发现有大量三毛虚构的情节。也就是说，三毛好多作品里的东西，并不见得是他经历的，可能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李敖有几句话说得很犀利，说这个三毛啊，他自个儿讲述自个儿的事儿，就如同一个老年妇人在那忆述自个儿年轻的时候怎么漂亮，经历了什么浪漫的事儿。说这个书里充满着一种什么气息呢？我们说叫白云乡式的陶氏，白虎星式的克服情节，白开水式的感情泛滥，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就说凡是这些煽情手段都被三毛用文学的笔法把它搬到了现实生活当中，仿佛生活里面它就是这样。而且也有荷西的亲人给揭发，说这个荷西和他呀不是差6岁，差8岁，荷西就是个小老弟儿，三毛跟他结婚是出于一种虚荣，两人也没什么感情，在家里非吵即骂。在三毛的世界里呢，一直渴望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么自己完美怎么办呢？好多时候现实当中他又不完美，无论他的长相还是他经历的感情。那么三毛呢，就把好多文学当中的东西搬到了现实生活，又把这种幻想了的现实生活再往文学里搬。所以其实三毛是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既有现实生活又有想象世界，而更多的时候他的想象世界取代了他的现实生活。所以我想，这不就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一种分裂症吗？这种分裂时间长了得不到现实的满足，就会形成抑郁。所以我想，三毛最后离开人世的时候，为什么动完了手术之后居然上吊自杀了？可能那一刻他的现实和理想终于完整的割裂开了，三毛可能有想象中的梦境跌回到现实当中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完美主义者三毛受不了了。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死亡是他最好的一种解脱。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这类反派角色呀，恐怕咱们上到99下到刚会走，所有的观众朋友都能说得出来对这个反派人物的鲜明印象。今天我们说这个反派角色是什么呢？日本鬼子。说到这儿呢，您可能马上脑海里会浮现了小个啊，目露凶光，是2撇人单胡子，然后呢拿一个3八大盖带刺刀，有的时候这个腰这呢拴那么一个挺长的刺刀，然后一张嘴说话呢，基本就是那几句8个眼喽，死啦死啦的，迷西迷西，再加上一个花姑娘咋咋，基本上日本鬼子给我们留下印象就是这些，然后最后呢都可耻的被枪毙了。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荧幕上和荧屏上看到的日本鬼子形象。那么说到这儿呢，有的观众可能就纳闷了，说这日本鬼子，咱们这个官方的这个正式说法呢，应该叫日本侵略者或日本侵略军，日本军队。说怎么管这个日本的侵略者叫成鬼子这俩字呢？这怎么来的呢？据说呀，一开始这个日本人呢很嚣张，八国联军之后，说这日本人呢就对中国这个大片领土啊，这很长时间以来垂涎3尺。说有这么一次呢，一个日本人到了中国来了，跟中国的一个秀才吧，俩人聊天，就说到这个我们这个日本人呢，早晚把你们这中国领土都要占了，因为我们日本人那才是真真正正的王者。所以这个日本人呢，学会了一点中华传统文化，挑衅，跟这秀才说：“我给你出个对联，你看我这对联，上联是琵琶琴瑟，八大王王王在上。”这联出的挺好。琵琶琴瑟，我们知道这几样乐器啊，这几个字写的上面都是2个王字头，所以琵琶琴瑟4个字，8个王字，八大王王王在上都在上面。那么这个中国秀才针锋相对，这下联对得很好，叫魑魅魍魉4小鬼滚滚犯边。什么叫魑魅魍魉呢？咱们传统文化就指着那些个邪魔鬼怪，统称为魑魅魍魉。这魑魅魍魉4个字呢，都是鬼字边里边呢搁一个字，魑魅魍魉。这4小鬼4鬼滚滚犯边嘛，都处在边上。当时就用这个来反击，就说你这个日本呐，在中国的一个边界这么地方，一个小国也想吞并我华夏大国，作为一个反击。据说呀，这不是直接骂这个人你是小鬼吗？所以后来一点点的就把这个日本侵略军叫成日本鬼子了。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日本鬼子，你从中间总结出来，你会发现日本鬼子那时候的形象都是脸谱化的。侵略者吗？首先一个
没有一部电影是以日本鬼子为主角的，那都得反映我们这个广大公众群众英勇的八路军，消灭侵略者，这些人是第一形象，连那个中间人等人，比方左右摇摆的什么啥，这都不能是主角，非得是这个高大全人物是主角，日本鬼子只能是配角，不仅是配角，最后必须正义战胜邪恶，得让他可耻的死掉，这才符合正义战胜邪恶的这种主旋律思想。所以基本日本鬼子，你看着各种各样日本鬼子，从嚣张到失败到死亡，这个线路走都一致。包括当时演日本鬼子的演员，他们虽然下了很大力气，在这个反面角色的刻画上下了很大功夫，可是呢，无奈是这个角色给他的空间，甚至这个角色给他带来的，都不是今天我们说你刻画成功一个角色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荣耀，有时候甚至给这个演员带来都是些负面的东西。你比方说那个时代，我们看演日本鬼子比较成功的，大家印象可能很深刻的，有这个方化、陈数、葛存壮、王孝忠，像这些人演日本鬼子演的非常成功。那么这几位呢，演日本鬼子功夫都没少下，但是他们自己得到的和自己付出的来讲，并不完全成正比，有时候甚至不公平。你比方说方化我们都知道，他1955年拍了一个片子叫《平安游击队》，那个里边演日本鬼子领头那个松井，那就是方化演的。我要给李想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这是一句经典台词，就是方化演这个松井，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日本鬼子那就都很愚蠢，是想怎么打怎么打。他把这日本鬼子刻画的凶残狡诈，而且气焰非常嚣张。方化在接这部片子之前呢，已经演了3个日本鬼子，有一定经验。可是这个片子呢，他觉得剧本也好，演员也好，他得下更大的功夫，所以他就想这个日本军人什么样，他搜集了很多资料，所以他就想这个日本军人什么样，而找了很多图片贴到自个儿宿舍里头看。同时呢，他想把这个方化呀，把这个松井这个像老鹰一样的眼神给刻画出来。他特地买了一只鹰，自己搁家里养着玩，但是那小鹰啊，看着感觉鹰的眼神什么样，要抓猎物时候那种凶残。更有意思的那是方化呢，他本身是出生在解放前，他经历过在东北那种亡国奴生活。他当时呢是在这个大连商学堂学习，那个时候教他的外语的老师就是日本人。因为当时呢，日本鬼子整个占了东三省的时候呢，实行农化教育，给这些孩子都教日本语。那阵儿方化学了几句日本话，所以他根据这个给他带来了2个好处。第一个呢，当初教他那个日本教官就很凶残残暴，动辄就对他们实行体罚。他就回忆那个日本教官什么形象，这个日本呐当军官的那种感觉。第二个呢，他学过2天日本话，他能把日本话跟汉语结合，尽可能接近真实场景当中的日本人说话。所以有这些功夫下到位了，方化刻画这个松井啊栩栩如生。但是我说了，这样一个角色呢，给方化带来的并不都是荣誉。我还记得就是后来我们看这个历史资料当中写过这一块，就是毛主席啊看完了《平安游击队》，说这电影拍得好，然后就到电影制片厂呢接见这些演员。你想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可是这个时候最大的反派人物方化演这个松井呢，上级却跟这个方化说了，你呀明天就别上班了，放你1天假。为啥呢？毛主席接见这些演员，你一个演侵略者这露什么面，登不了大雅之堂，回去待着。所以当大伙儿都在那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毛主席，准备跟毛主席握手的时候，方化一个人孤零零躺在宿舍里头不能出来。你想那心情什么样？所以说这个角色并没有给方化带来我们今天看来刻画好一个角色的那么多荣誉。但是呢，这个并没有影响方化在演日本鬼子上的积极性。后来他陆续又演了几个日本鬼子，所以最终他获得一号叫鬼子王
就是演日本鬼子，他演的最多，大伙也承认演的好。那么还有一位演日本鬼子演的好，这个人名字叫王孝忠。他塑造这个角色呢，可能你听他的名字你不熟悉，你比方说《地道战》里边的那日本鬼子山田，这个山田呢是一个挺胖的日本鬼子，他的特点呢刚愎自用，有的时候还一根筋，另外还愚昧，还特别自负这个人。所以正因为有这样自负的日本鬼子，反而在《地道战》里呢出了一个溜须拍马的高手，就是刘江演胡汉三那个，在里边演汤司令。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些细节特别有意思，比方说这王孝忠演这个山田队长，被这个里头正面人物高川宝一枪打到屁股上了，疼得要命，但死要面子还得挺着，继续坚持攻打高家庄。你看绕个弯，最后山田挺不住了回去了，但是他没有下一次了，最后被这个高川宝给打死了。他塑造的就这么一个形象。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想想，《地道战》当中啊，《地道战》本来就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呢？反映在抗战过程当中啊，我军的这种智慧以及日本鬼子的愚蠢。那么你把日本鬼子的愚蠢和刚愎自用演出来，基本就到位了。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方化下到日本鬼子身上那些功夫，有的时候就白下了。当时大多数演日本鬼子都是脸谱化的。你比方说葛存壮，葛存壮给我们印象深刻，《小兵张嘎》里边演的这个龟田，就是那种狡诈凶残，你把他演出来就完了，而且还虚伪。这里边呢，葛存壮演的龟田的鼻子特意粘了个假鼻子，因为葛存壮的鼻子呢鼻梁高，挺，看着挺漂亮，所以这日本鬼你不能让它漂亮啊，所以在上面粘假鼻子，鼻梁弄矮了，出来蒜头的感觉，弄得最后龟田非常丑，就是为了丑化日本鬼子，而且把他演得很虚伪。比方说把嘎子的奶奶抓来了，抓村里谁人八路，这龟田凶残一面露出，一枪把嘎子他奶奶给打死了。这后来嘎子报仇嘛，把这个炮楼给烧了，最后这龟田被烧死在火里边。所以当时这个日本鬼子呀，咱这么说基本上都是按照脸谱化来演的。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看抗日战争题材的片子呢依然存在，而且呢老的经典题材被大量的翻拍。你比方什么野火春风斗古城啊，什么这个地道战呐，什么这些系列的片子，你会发现里边又有很多新的日本鬼子。那么这里边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他的名字叫矢野浩二。这个矢野浩二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熟悉了，在20多部电视剧电影里都演日本鬼子，而且他在中国呀还吃上主持人这碗饭，在湖南卫视呢还主持过节目，所以咱不少年轻朋友熟悉的。而且矢野浩二跟以前那些演日本鬼的人不同，这个人长得还算挺英俊，所以他演绎的这个日本鬼子好多地方跟我们传统当中的并不一样。你比方说他演烈火金刚里的猪头小队长，这个猪头小队长啊，贪婪、残忍、狡诈、好色、愚昧，反正不好那些事儿，你看管他叫猪头小队长吗？这就属于贬义很重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呢，这个矢野浩二在里边演绎的呢，显得这个人并不蠢，而且你看这个日本军官觉得可信。我们这么凭空想，如果日本鬼子都那么愚蠢，那抗日战争还用打8年吗？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属于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鬼子真实形象应该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他在野火春风斗古城里演那个多田，把这个军官的这种特色演绎的比较完美。当然我们在现在说到与时俱进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另类的日本鬼子，比方说我们看电影《叶问》里边那个三浦也嗜杀成性，可是呢为人光明磊落，一是一，二是二，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你不觉得他耻辱。再比方说我们看那个陆川拍那个南京里边那个军官叫角川，他最后纠结在什么当中？本身他也是人，也有人性，可是呢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必须要杀戮。那么杀这些人的时候，杀中国人的时候，他也跟良心上过不去了，所以最后你看呢，他也犯了很多罪，但最后呢把这个中国的孩子小豆子给放了，同时把另外一个中国人给放了，然后他开枪自杀。这种就是军人的天职和人性之间的纠结，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个体的日本士兵来讲呢，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时间发展到现在呢，时代进步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这样可以说另类一点日本鬼子，但是它绝对是符合历史真实、符合人性真实的。所以我们看，我们一些反映抗日题材的、刻画日本鬼子的一些文艺作品，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让日本鬼子处在历史上他该有那种形象，还原历史的真实，还原每个人心目当中的那种真实的抗日战争。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对抗日战争最好的一种纪念，对反法西斯精神最好的一种纪念。